我收过来一个铁疙瘩啊，但是嘞，吸的也是吸不住。哦，拿过来看看。不知道这是啥东西，你帮我看看，你帮我看看这是啥东西。咦，看你这个造型大小的话，这不是铁疙瘩，这是50两的银锭啊！吸铁石肯定吸不起来啊。你帮我看看，这不赔钱就行啊。我收回来，我花180块钱收回来了。哦，从那个废品堆里挑出来了。哦，你这挑出来运气好啊！180块钱收回来了，确实是真不贵，相当于是51斤收回来了。而你这个定型状态来看还不错，除了定面你看有少许的流通痕迹之外，这绝对是捡个大漏。现在这种50两银锭可不便宜啊！老板，你可给我看仔细了啊！这重量，没有50两，我称过了，重量也就3斤8两，划到18两。这重量算的区别很大，18两就是1900克。你看现在的重量算是对了，因为过去1两是37.3克，50两算下来也就是1900克。现在和过去的计量单位啊，这有所不同，这都很正常。我不管它正常不正常啊，我这下用刀子在上面划了一下。哦，它确实很软。软就正常了。一般像这种钉子，在过去也算是最纯的雪花银了，它们的含银量基本上能达到98%以上，因为它越纯，材质啊也就越软。你看你这上面用刀划的，这个很轻松啊，这都划出来伤痕了。不过很可惜啊，正是你这不经意间的划伤，轻轻松松几千块钱跑远了。看你这话说的，那我之前我是不知道啊，这么大一个疙瘩，那不用刀划几下，那我也不知道它是软的呀。那是嘞，这么大一个疙瘩融在一起，肯定很硬啊。主要是你不知道它是银锭，要知道它的价值啊，知道的话，估计你也不会拿刀子划了。你这年头说实话，你说谁和钱过不去嘞？那被你说着了啊！我还以为买回来没人要，你帮我看看，能赚多少钱？能赚，肯定是大赚一笔啊！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这3斤8两的重量，你就是按废银子卖的话，轻轻松松1万出头啊！卖1万多？对，没想到，大赚一笔。那对，能卖1万多吗？对呀，我还真没想到还能大赚一笔。那何止只有区区的1万多了？你这个银锭啊，只是轻轻的用刀划了1、2下而已，对于整个品相来说并无大碍，因为划伤也不深，可以啊，整体忽略不计。我一直搞不明白，你这上面系一根绳子，又贴了一张白纸，这是在搞了啥？我是怕别人给我调包，所以我做了2个记号。我能明白你这种想法，做个记号确实是有用，比你用刀啊划上强1000倍。实话实说，你这个钉子一眼开门，而且落款你看还有字儿，宣统年月，两侧的翅膀还不错，底部的蜂窝看一下。底部的蜂窝看着也比较舒服啊。银锭的真假其实主要参照的就是它的蜂窝，这个蜂窝啊形成的比较自然，造假的话这种蜂窝区别很大。细看的话，你这还多少还有一点金珠挂底嘞，金珠挂底啊一般很难形成，是一个技术活。综合来看的话，你这个钉子还不错，物以稀为贵，大概也就是10万块钱的样子吧。要是能卖10万的话，那我这可是赚了好几百倍的利润啊！对，那当天卖给我，这老头绝对是烟花拿错了。你说的很对，人一天有3命，再加上年纪人是吧？年纪大了，老花眼，把这个银锭可能当铁疙瘩卖了。他要是知道自己把10万的银锭只卖了180块钱，说实话，你说他该有多伤心嘛？我看你也不是啥坏人，可以考虑给老人家送回去，说不定啊，他能多给你一些感谢费。那你说的对啊，我1分钱的感谢费也不要他的。你把这个东西还给我，我再抓紧时间给他送回去。对，你真是一个好人，你真是一个好人。这个真是一个好人，好人有好报。我去等一会儿给你搞点那个防撞塑料给你，省得你磕着摔着碰着再磕花了是吧？对，好吧。走，这可把我气坏了。俺媳妇儿的嫁妆竟然是2块冤大头，我越看越不得劲儿，长得丑的不得了。拿银元当陪嫁，主要是图一个好寓意。冤大头丑倒不至于，看习惯就好了。来，我看啥来？我估计谁也看不习惯，确实不是我的审美有问题。你看看这有多丑！哇塞，你这2块这可不是一般的大头啊！虽说样子长得有点古怪，
这2块可谓是正儿八经的丝竹，其中有一块你看还是带泥背嘞。这丝竹泥背，反正我也不懂。我都看着他俩特别奇怪。咋看咋别扭，咋看咋丑。看着丑看着别扭就对了。这在我们行内啊，这叫与众不同。所谓丝竹，就是越丑越贵。你这2块好就好在2块原汁原味未下水，因为你对音乐不懂，像丝竹啊，搁平时并不常见，尤其是这么好的更少了。拿这个当嫁妆不便宜啊。我感觉这俩大头也不便宜。我给俺媳妇下了8800的彩礼啊，结果没想到这一块压着花到4000多了。哪有大头那贵的呀？拿我当冤大头了？哎，我看你真是误会那媳妇了。像普通的冤大头1800块，如果真是普通的冤大头贵了，说实话，搁平时像这种丝竹很难见，一块花到4000多，真便宜。但是恁媳妇儿这8800的彩礼确实不高。8800的彩礼确实是挺人性化的呀。对。主要是啥吧？也不能因为要的彩礼不多，在嫁妆上都忽悠我呀。我是一个眼里面揉不进沙子的人。你主要是对音乐不懂。你想想，现在能开口要8800彩礼的人家，那都是走个形式而已。一般啊，像这种丝竹，说实话，一般人也不懂，能一下子送给闺女俩，可见这都是经常玩音乐的。对，俺老丈人家里面音乐确实挺多的。照我说啊，还不如送俩带龙的音乐。好歹龙阳也比这个贵啊。毕竟音乐都是娘家人陪送的东西，人家具体给啥，这个还真不好讲究。我就这样跟你说吧，你就这2个啊，随便拿一块，都比你常见的龙阳贵。不可能。虽然说我对音乐不懂。但是像那种带龙的，我还是知道的。龙阳肯定比冤大头贵啊。龙阳比一般的冤大头贵是真的，但是遇到这种好版好状态的就难说了。先说你这里边这一块便宜一点的，虽说是丝竹，但是它也有名字，在我们币圈称之为香鹅干红军版大头。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通过原像这一面可以分辨出来，因为它这个版啊是人工修木，所以说字口原像和这个夹盒都与众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存世量比较少，而你这个品相可以说是非常不错。你看原味2面都是全身打，尤其是夹盒这一面，你看还多少带泥背，就凭这状态的话，9000块钱还是有了。9000？对，都这一块便宜的还9000？对呀，这一个都顶俺媳妇的彩礼了。对，相当于另外一个不是赚了吗？你说的很对，剩下来这一块就相当于是赚了了。这一块丝竹啊，它是新疆版大头，它这个木具因为是纯人工刻木，所以整体风格啊偏西北风味，尤其是壁面，你看全是以浅大为主，原像的眼珠与其他版大头不一样。另外就是它这个夹盒叶，你看一下呈菱形，细看你这个还是原味的状态，这品相可以说是万里挑一，一点都不为过，所以说价格也是非常喜欢人的。我个人看2万块钱还是有的。2万？对，这难道是我眼里的钱了吗？我反正是没想到冤大头一块管竟然值那么多钱。主要是你对音乐不懂，遇到好版的冤大头，说实话，咋说呀？你别说这个1个2万了，你就是再加2万还有的是。主要是你这2块丝竹整体品相还不错，你拿这个说实话当嫁妆绝对完全没问题。既然那么值钱都算了。我还以为不值钱呢。要是不值钱的话呗，我再拿着喇叭去吆喝他们。不值钱也不至于拿喇叭去吆喝那老丈人，婚都结了，你这是没事找事儿，不知道了还以为你专门拿出来音乐去给俺炫耀嘞。炫耀倒不至于，谢谢你的鉴定，谢谢。没事。哟，那大一个金砖。你别讲我这个金砖，你别问我给哪来的，我先给你当正称称叫你看看。这种称啊，哎呀，这个是1斤的这种称2斤的，我认识。说实话，用这种称黄金，我是第一次见。因为啥吧？因为这种称啊，称黄金只能称个大概。3斤8两高高的。这只能称个大概啊。你别讲大概不大概啊。你不知道我这个金砖天哪来的？搁哪来的？我是2万块钱买回来的，这不是该发大财了吗？2万块钱大爷，我看你这有一把年纪了，这没有70也得有60多了吧？69了。2万块钱对你们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胆子还倒挺大。但是我看你这金砖重量不对啊，这么大个头只有区3斤8两，你不觉得奇怪吗？有啥奇怪的啊？你要不相信，我跟你聊酒店，你听听，香金扑了的。
我听你这个声音啊，只能确认啊，它是金属类，但不确定它就是黄金啊。大姨，你这东西搁哪来的？俺一个同行哦，他收的，500块钱他收的。哦，他嫌麻烦，他倒给我了。哦，叫我激动的几天几夜我都没睡上觉了。大姨，你先平复一下这激动的心情，年纪啊，毕竟有那么大了，几天几夜不睡觉，这对身体可不好。既然都是你们同行收破烂的，他如果知道是金砖的话，他2万块钱便宜卖给你，图的啥呀？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黄金涨价了，3斤8两都接近2000克了，这按500一克回收，你这金砖怎么着也得上100万了。你可能不知道啊，他这个金砖他收的是2个老太太的，他害怕他的子女他找他的麻烦，所以他给我了。你这回答的理由也太牵强了吧？他怕别人找他麻烦，难道你就不怕吗？其实人啊也是一个迷魂阵，在利益面前啊欠缺考虑。他这样说你还当真了？你说那老太太她再迷糊，她也不可能拿这么大一块金砖只卖500块钱吧？这很明显这于理不通啊。你也别这不通那不通了啊！你现在你都给我按那个黄金价钱来，我一下子我也不知道这么多的钱，我也不知道咋花了。要是如果是过去的股东，他比这还得更值钱呢。过去的股东谈不上，因为过去的黄金无大锭，像这么大个头的金砖啊，我是没见过。首先造型不对，过去每个朝代的金银它都有一定的器型，古董金砖上面都会有錾刻的字口落款，你这个上面你看很明显没有，所以古董金砖直接给你 pass 掉了。下面我就直接给你看真假吧。如果这是真正的黄金，就这么大个又有这么厚的话，我个人认为啊，最少得有6-7斤以上。6-7斤比这3斤8两得重很多。说实话，有可能我这一只手都托不起来，所以我感觉也不是啥黄金。所以大爷啊，你这发财梦该醒醒了。你可别告诉我这是砖头似的，明明这搁丢地下咋着它都有声音，它不是黄金它是啥？砖头是不可能的，砖头都是土烤的。你别说敲击有声音了，你就是往地上使劲一摔，它立马就碎了。但是我细看你这个金砖啊，有些地方你看这都露白了，我怀疑应该是一块银砖，这外边很有可能啊被别人动手脚了。这能被别人动啥手脚啊？这可是纯一线老百姓家里边的东西啊！你看准不准？你别看走眼了啊！具体动啥手脚了我就不说了。你这幻想着收到一块金砖，你这开心激动了几天几夜没睡，这贪言发大财，也不知道钱该咋花。你这种捡大漏的心态我能理解，人之常情。我给你算一算你赔多少钱吧。3斤8两，如果按银子算也是大正常，才1万出头，你2万块钱买的，这相当于是赔了大几千。赔钱你也别忽悠我，这不可能的。我少50万我还不想卖嘞。大爷，这如果是真正的黄金的话，这可是100多万的东西，你这只要50万少了，赶紧听我一句劝，如果还能找到你那个同行的话，金砖还还给他，老老实实把你那2万块钱要过来。老人家挣钱也不容易，可千万不能被别人忽悠。算了吧，我看你也不识货，这金砖给我拿过来吧，我也不想卖自己的。好吧，好吧。这大过年的真丢人啊！今天全乡你对俺家见家长，可怜巴巴的就给我一块破银元。你这个银元不错啊，原汁原味的唐吉窑的侧面像，你该不会看它小就认为它不值钱吧？不是我认为它不值钱，是我家里面人一直认为它不值钱，还不如1000块钱的红包嘞。主要是你们对银元不懂，这种唐册平时在我们这里并不常见，而你这个我简单的看了看，壁面确实是无伤无戳，包浆是属于原味的，虽说稍微有一点流通痕迹，但并不像你说的不如1000块钱的红包啊。我们这里有个规矩，为嫁人的女孩，第一次去拜见男方的家长，必须得给一个大红包。哦，这个规矩我知道，长辈给女孩子红包就表示对女孩认可，女孩接红包就表示对男方家比较满意，就是这个道理。当时这个红包我在他家都没好意思拆，回家一看是一块银元，俺家里面人都挺失望的。失望主要是你不了解它的价值。其实这个银元寓意挺好的呀，咱中国人讲究天圆地方，银元又谐音姻缘，过去结婚下彩礼
都要求用银元，表示这个婚姻圆圆满满。送给你银元啊，也是变着法的，相当于是送给你钱嘛。这关键是这块银元又小又丑，看着也可别扭，还没俺家袁大头一半大嘞。哎呀，因为它这个汤册面值是半元，袁大头相当于是1元，它这个重量刚好是袁大头的一半。因为过去银本位的这个情况下，2块汤册才能兑换1块袁大头。俺妈也是这样说的。俺家袁大头最多卖1000，这个最多值500，这分明是看不起俺家。你们这样想的话，就完全想错了。这个汤册虽说比袁大头轻1半的重量，但是现在它和袁大头早就不是这个流通货币了，当然也不是按大小重量来折算的，所以更不是越轻越小越便宜。袁大头虽然说现在值1000，但是500的话，你走遍全世界也买不到这种汤册。你这话啥意思？难道是银元越小越值钱吗？银元不是越小越贵，银元是越少越贵，物以稀为贵嘛。这个汤册啊，其实就是汤纪尧的侧面像，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军阀币。提起来这个军阀币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共和啊、吴朝啊，一块都得10来万、几十万。但是汤纪尧的军阀币在民国那时候啊，在云南大量流通。而汤纪尧军阀币常见的有2种，除了这个侧面像之外，就是它的正面像。正面像它这个发行量比较巨大，常见的现在市场价3000左右吧。而这种汤册就相比正面像就少很多了，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款银元设计的就是有点丑，这看上去啊，汤纪尧不是太美观，大概市场上就流通了几个月吧，所以现在市面上你几乎看不到汤册。所以恁男友给你家这个汤册啊，也算是给你一份惊喜吧。这不懂的人哪有惊喜？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让别人看，怕别人笑话我。现在谁还笑话谁呀？你放心大胆的拿出去，这银元又不是假的，这笔面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包浆，这块啊是属于原汁原味的状态。毕竟在过去这个多少流通过，目前市场价也非常可观。大几千7、8千块钱还是有的。你可别给我开玩笑啊！没有，可把你话当真了，说不定马上都卖给你。没事，你给我留下，我给你数钱，这不带给你开半天玩笑的。有你这个银元可见啊，你这个男友家的长辈啊，其实对你还是比较满意的，不然不会把这么贵重的银元交给你。既然现在你也知道它的这个价值了，具体该怎么做决定，你自己看着办吧。我还是自己留着吧，毕竟是长辈送的见面礼，这卖了也太不尊重人了。对，留着吧，以后缺钱的时候可以随时变现。好，谢谢了。没事。我怀疑我的金锭被人调包了啊！这过了1夜，竟然给我弄褪色了。你快点帮我过来看看真假。真正的黄金啊，你别说1夜会褪色，它就是放个10年8年，它也不会褪色。来，我看一下来。可被你说着了啊！我想着放它那1夜也不可能变色。但是我现在咋看咋感觉被人调包了呢？哇塞，你这个金锭可不得了啊！你按照上面写的，这是乾隆年间的东西，它这个底部确实多少有一点褪色了。你放哪？你被人调包了呀？我放人家那首饰加工店里了。昨天跟他那哥爷准备加工2对金手镯呢。正好和我妈一人一个，结果又变成这样了。也肯定是不会褪色啊！我看你这个也不像是才褪的色啊！你要是稍微懂一点常识的话，你也不至于拿这个东西去加工手镯啊！这如果是真的，怎么着也是乾隆年间的金锭啊，属于古董，谁会傻到拿古董去加工手镯呢？反正也不是我的东西我拿我男朋友家里面的。我看他爸放桌子上也没啥用，我就随手拿出来加工手镯戴戴呗。这就对了，男朋友家放桌子上了，应该是当摆设用的。基本上这个金锭啊，估计人家也没有跟你调包的价值，除了这个变色有点异常之外，你放人家加工店的时候，走的时候应该称重了吧？称了整是202克我看这总量也对，就是他老板说是假的，我才怀疑他给我调包了。你说1夜之间他是不是做一个一模一样的给我？做一个一模一样不至于，人家首饰加工店可没有这个机器哈。现在1夜之间做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不太可能。再说了，只要重量一样，那很有可能啊，就是你拿过去的那一个，有可能是你记错了。
我很好奇啊，这号的东西为啥要给他放一夜嘞？我也不想放。昨天他老板不是不在家吗？他小徒弟让我放那吧。今天他老板又说是家累不能加工。这都对了。一般像你这种金锭啊，确实是不能加工金属镯的，因为它这个材质不是黄金。即使是真的金锭，像这么刺口这么漂亮了，那你说实话，你加工手镯，那你就是在糟蹋古董。哎，老板，我没明白你的意思哈。我这个金锭咋是假的嘞？咋就不能加工金属镯了呢？哎，其实像你拿这个金锭啊，这算是一眼假。你去加工金属镯，你遇到的是他小徒弟，一般学徒认不清真假太正常了。如果你碰到他老板的话，就不存在让你留一夜的事了。首先，重量存在严重的缺陷。你看你这个个头这么大，又这么厚，怎么着也得挂着10两了吧？你过去10两那可是300多克啊。你说只有202克的话，那就对号入不了座。看造型的话，中间摘2头宽，这种定型啊，它不是清代的。你看上面写的是乾隆11年，哎，这就不行了。而且整体制口，你看都是电导体，褪色就说明它不是什么黄金。现在网上卖的这到处都是这种东西，那应该是恁朋友买回去当摆件用的，而你又没打招呼，啥都不知道，这才闹出一桩乌龙。这个过程应该就是这样的。你说的大差小不差吧？我真是没想到会不是黄金的。我男朋友家也是个穷，不是黄金摆那干啥？哎呀，你说这话就不对了。你们再是男女朋友，你拿人家的东西去加工手镯，这怎么着也得打个招呼吧？这幸亏不是古董啊！如果真是古董，你给人家毁了，你这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吗？你用古董加工手镯，这代价也太高了。得了吧，这幸亏不是古董，是古董我就不加工手镯了，这弄得多丢人。哎呀，那没事儿，这个东西你还给他拿回去吧，反正是个小玩意儿，哎，你就还给他还回去吧。好。哎，祖上传来的俩银元，可叫我难为着了。咋了？一大一小，难分。哎呀，分不好了都说我相骗大爷，你看咋办？你也别激动哈。我看你这俩银元这都挺好了呀，一块中原，一块大清宣三，虽然说是一大一小，但是这俩品相还都不错。你不知道，他嘴儿俩都想要大的，谁也不想要小的，这事可不好办。其实我觉得好办，都想要大的，可能因为这个大清宣三重，又加上是龙样，毕竟大家都知道这个龙样比普通银元值钱。可关键你这个中原也不一般啊！你看他这个发丝刚刚的，论价值未必不比大清便宜了。这2天他嘴儿俩给商量着来了他每一个要小的。杨元说这2天是不是？这个银元得砍一半砍开。看开。1万岁要短命。其实他们俩的这个建议非常好。作为这个父母啊，你分家都得1万岁短命，1人1半，这样最公平公正。可是这个银元啊，你要是真正的从中间一分为2的话，那银元真的就遭到了破坏，它就不值钱了。那样分的话，它还不如不分了。自从他俩知道我有圆圆他嘴儿俩谁都想要，我怕给一个不给那一个，怕惹到那个生气。其实2块银元价值差不多，你要么自己留着，将来养老，或者是以备不时之需，你要么就给他们俩平均分了。你平均分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第一种就是一个人一个，第二种要么直接变现，直接给他们俩分钱。我给他们俩卖了嘛，那更生气。我留着不给他们分还生气，关键谁都想要大的，这难为我了。其实按大小重量来看啊，这个大清宣三比中原重一半，加上又是龙样，他们俩都想要，对吧？这是人之常情。你可以从价值上给他们来比较，其实这俩要哪一个都一样。你不知道俺农村人不识货光挑大的摸，我叫谁要小的，他说相骗。说实话，其实这个大小多也多不了多少银子，因为这个银子它不值啥钱。银元的价值高低主要是看品相和版。就你拿你这个大清宣三为例吧，首先重量比中原重一半，但是你按银价算也就贵几十块钱的银价，但是银元它不按银价算，品相状态你这个还算可以吧，最起码壁面你看无伤无戳，它这个尾巴出云，它就是深斑花枝龙鳞，这都可以。你现在市场价也就7000块钱左右。
你的意思，这个大的能卖7000吗？对呀。那个小的可能估量着不值钱吧？啊，可能有那个大的重量一半。哎呀，你这个想了就大错特错了。你拿来如果是2坨银子，肯定哪个重哪个贵。但是银元啊，都是看它的存世量了。这个中元在过去啊，其实它就发行了一个3年的年份，它的含银量比任何一款银元都低，但是它的存世量很少，那就显得贵了。而你这个品相啊，可以说是非常好。中元主要是看它的发丝，你看它的发丝可以说是没有太大磨损，而且这两边的字口都非常清晰。反正你这个中元我看是没任何毛病。以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你这个中元价格也是在7000左右。不会吧？个头那么小，能值钱吗？对呀。你估计这说回来，俺俩媳妇可能不相信。都不信，是因为他们俩对银元不懂。为什么都喜欢这个大个的？其实也无非也就俩原因。第一个就是它是龙样，都想要龙样。第二个，无非银子比中元重一半，只不过他们俩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把这个难题啊甩给你了。是嘞。这你说那么多，我回去该咋说嘞？万一他俩不相信了，那该咋办来着？说实话啊，大爷，你就照我说的，实话实说就行了。本身啊，你就照着不偏不向的原则做了。如果他们俩再不相信，你就直接把这俩银元拿出来，直接变现，当着他们俩人的面，一个人7000，我都不相信了。用钱还堵不住他们俩的嘴，那还了得？那行吧。照你说的办，如果他俩不相信，我都领着他们俩过来一趟。对，银元还拿好，大爷。俺婆婆收破烂收了50块银元，按3斤摆动价150收嘞。你看看是真是假吧？我看你这50块银元真假完全没问题，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按3斤摆动价收过来，确实是捡大漏啊。我婆婆也不懂真假，是2个10几岁的年轻人卖的，差点被我们的同行收破烂老板5000块钱买走。那你5000块钱幸亏是没卖啊！说句不好听的，这50块银元3斤重的重量，你就是按银价卖，对吧？卖破烂也得几千块钱啊！更何况我看你这都是袁大头给传扬，这个各个品相这都是无伤无错，那应该是卖银元的那俩年轻人不懂啊。他们说好像是在垃圾桶里面捡的，也没太当回事儿，就直接卖了，去网吧上网去了。这些银元垃圾桶的捡的不太可能。如果是个人家里边祖传的啊，不会当这个垃圾给扔掉。如果是个人半路买的，基本上也都会放得很严实。不讨论银元来源了。昨天我去那个金店问了问价钱，老板却给了我白金的价钱。开出白金价绝对是不可能的呀。一般像这种银元，它的含银量是9银1铜。你无论到任何时候，因为银子没有白金稀少，它绝对不可能和白金相提并论。你先不要激动。今天老板是这样算的，1克银元是26.8克，对，这银子是10块钱一克，而白金是268一克。那今天老板的如意算盘打来确实挺好，这无论怎么算，他都赚你大便宜啊！白金分铂金和8金，现在大盘价确实1克也就200多点。而银元没有按克算的呀，如果按克算，那就真是当破烂卖的了。我也感觉挺划算的，比我们那个收破烂老板给5000块钱高多了。我不想错过白金这个橄榄枝。那和5000比着，白金橄榄枝肯定是有一定的诱惑力，但是银元在过去啊，它固定就发行了那么多，越来越少。而现在的银子，我给你一吨，估计你一个老银元也做不出来。我也这样想嘞，能戴上美美的白金首饰，还能赚钱，那不是一举两得吗？一举两得还真谈不上。我来告诉你其中的缘由啊。银元的含银量是9银1铜80%多，银价才5块几。你按主银来算，一克才4块多的成本，给你按10块钱一克，他收回去啊，肯定是要赔钱的呀。这说明人家老板实在啊，可能我银元比较多吧。这个越多算到底啊越赔钱，干生意哪有赔钱的呀？所以银元不能按克来算，银元都是看品相和状态来谈价的。首先你这里边50块银元，这都是常见的年份，袁大头3、9、10和传扬23年，他们这几个年份都一样啊。虽说年份没有稀少了，但是笔面还可以吧。基本上你看这都是无伤无错的，而且还没有锈。
而且通通都不带斑。带斑啊，有时候也能卖个好价钱，一块给你按1000来算，这50万基本上就5万块钱了。5万？对，我勒个娘呀！你这估价估的可以啊，这比换成白金强太多了呀。对啊，这个价格大多数不比不知道，一比有时候确实吓一跳。你换来换去啊，它不一定就是最好的结果，你得找对这个专业的人才能问出来一个好价钱。你直接变现，对吧？你再去买那个白金首饰，钱花不完，又有首饰带，这样算的话，这样才能是一举两得。按你说的办，我直接替我婆婆做主了，我得好好的买白金首饰犒劳一下自己。我劝你暂时也不要着急变现，因为这50块银元啊，你看，毕竟150块钱收来了，有没有可能是那俩年轻的孩子啊，他私自拿家里边的东西？我建议啊，你还是把这个东西给那婆婆，让她回去，让她问问清楚，别日后啊给自己找了不必要的麻烦。你知道现在收东西不能乱收啊。你看你这老板事咋那么多呀？你愿意还是还我吧？烦人。好，没事，我这完全是为你好，给你回去啊，你好好的想想吧。来，你收拾收拾。给我吧。我这个兄弟出手太小气了。昨天我结婚，他送了我1块银元。还厚着脸皮在我家白吃白喝2-3天。结婚送银元，这是好事啊！现在1块银元随便买可不便宜啊。来，我看看这样的。好了吧，我特意拿着这块银元去金店问了一下，结果人家直接跟我说，也就20多颗银子，只给我100。你这个是34年的北洋龙啊，100块钱它是按银价折算的。我只能说你去错了地方，100块钱现实中你可买不来啊。你也不用替他打马虎眼，人家金店说的很清楚银元含银量只有80%多，对，这可让我恶心坏了。这有啥可恶心的？银元含银量确实是9银1铜，为了就是防止在流通的过程中生了磨损，你不要在意它的含银量，你这个都已经评级入盒了，要看分看状态。AO53 高额头暴龙鳞，这是一块状态非常好的北洋龙。你提起我这个朋友，我这心里就难受。当年他结婚我随1000，中间又赶上他生孩子，我又随1000。我听明白了，那朋友办了2次事，你随了2000，而你对这个银元又不懂，去金店一询价只值100，这心里边立马感觉很失落。我看你们这里边啊有大误会啊。绝对没有误会我昨天实在是忍无可忍当着很多亲友的面我直接给他翻脸了他也承认了就值100块钱。他当着你的面承认值100，那是给你在找台阶下。你想想，2个人吵架抬杠，争得脸红脖子出来，再说你当时也在气头上，情绪肯定变得失控了。况且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你争论，脸上也不好看啊，毕竟你才结婚。我感觉他倒是理亏，因为他本身就很小气，况且我都找人估价了他再争论脸上也没有面子。你说现在结婚100块钱，咋好意思拿出手啊？那你现在朋友结婚随份子掏100块钱，确实拿不出手了。况且他之前办了2次事，你好歹也随2000了，按照规矩他最低也给你随2000，或者再给你多拿一点吧。可被你说着了。通过这件事让我彻底看清了他的小气。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我看你这情绪也发泄完了，我简单来跟你说一下你们的误会哈。首先，朋友送你这个银元，算是对你婚姻的一份祝福。银元谐音姻缘，寓意着你们的婚姻美满。你搁以前那都是长辈送给至亲用的，因为根本的原因啊，就是银元不便宜。所以说，那朋友送你1块，但是你这个好歹是一块北洋。首先真假完全没问题，这都已经评级入盒了，典型的34年北洋长尾龙。首先公播给的是 AO53 分，说明它这个底板是 AO 状态的。AO 状态就说明它这个底板好，你细看的话，两面很少有流通痕迹。这个分数啊，在北洋龙里边已经是很不错了。北洋虽然说是长尾，但是状态还是挺好的，尤其是它这个龙鳞，可以说是全龙鳞，典型的高额头。高额头啊，说明它没有怎么磨损，两面的字口你看都是全深大，也算是全内齿了，而且壁面也是传世老味道了。咱说句不好听的啊，就你这个状态的话，市场价没有4-5千，恐怕你也买不到。啥4-5千？对，真有那么高吗？对啊。那为什么金店给我估100，
还说银子银元不纯。对，这就是你们误会了根源所在。因为很多金店员工啊，对银元的价值不懂，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银元的含银量80%多，他说对了，价值100，按银价报了，误导你了。所以啊，你这是误会男朋友了。我听你说的不像是假的，难道我真的误会俺朋友了？你可别忽悠我！我咋可能会忽悠你嘞？你确实是误会男朋友了。这么好的银元送给你，却找到了你的误会。男朋友没有反驳，就说明啊，他等着你道歉了。赶紧拿回去，给他去道歉。哎，是嘞是嘞，你说的对。不懂形势真是耽误事儿，谢谢你啊。没事。俺朋友盖房子呀，扒出来10罐银元，我花3000块钱给他买回来5块。你帮我看看这一次我赚多少？3000买5块，这全是北洋龙啊！这绝对是有钱赚的。而且我看你这品相，这还都不错，包浆还都是一眼开门的，清一色的北洋龙。那应该他不懂，他不然的话不会3000块钱卖给你5块。他不懂，我对银元也不懂，但是我这个人比较聪明啊，我会搁网上查呀，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专家，说了1块20万，5块这下来是不是100万？网上专家的这个话并不靠谱，给你报这么高的价，我先看看他的品相吧。好，这里边这都是普通的北洋龙啊，因为这个北洋啊板比较多，你只有带大板，对吧，才能卖高价钱。但是20万1块，这很明显，他这个报价是非常不靠谱的。东西是没问题，真假是没问题，但是这个价格啊，我恐怕是给你估不到100万。估不到100万，80万也行啊。我都跟你说句实话吧，我都是想叫你过来给我看看东西真不真，另外一个它的具体价值。如果要是真是。完这大价钱了是吧？因为他挖出来的有10块，我现在才给他买回来5块。他家里面放了呀，还有5块。要真是光几百万、几十万的，是不是？我叫那5块也给他买回来。无论值多少钱啊，我感觉另外5块是绝对可以给他买回来的。因为这个北洋龙我看了没有板，但是你这3000块钱买回来的非常划算。1块才花到几百块钱。多少钱买的？3000块钱，这1块才花到600，对，1块花600，这绝对管买啊！这东西是没啥问题，但是你这个没有大板，值不了100万。我跟你说一下网上那个专家的套路啊，他们通常都会，你给他拍个银元过去，或者是铜钱过去之后，他会给你报虚价，这个价格呢，就是引诱你，带着东西去找他。当你到了他的所在的城市之后，他会建议你去上牌，然后鉴定，以没有现金为主，建议你去上牌。所以说这个价格啊，他给你报了虚高。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这个北洋龙。北洋龙啊，这个34年份，发行量还是挺大的。我简单的看了一遍，你这里边没有任何大板。目前来说啊，这1块也就3000多块钱的样子。你看现在的市场价算，你给我挣个1万多块钱。我只挣1万多块钱嘛。对，我心里面可想着这5个管卖100万了呀。对呀，老板你会不会蒙我啊？我不会蒙你。因为啥呢？因为这个银元啊，北洋是比较常见的，它这个价格非常透明。你别说你卖80万了，你都是卖1万块钱1块都很难，因为你这是裸币，因为没有入盒之前啊，它是没有任何分值的。再说你这包浆，说实话。这都是老包浆、老味道了，你顶天了也就3000多块钱的市场价，你除非去打个皮壳啊，然后带个好分，或者是带个好板啊，才能卖上万啊。有时候可能好板了，可能卖个几万，像你说的80万远远不止啊。那看来我是发不了大财了。不过这一笔小财我还是得发啊。对，他既然一个管卖3000多，那我叫他另外5块再给他买回来，不是又多赚点吗？另外5块可以给他买，但是考虑到恁都是朋友了，对吧？你会查询价格，他也会查询价格，所以说这个价格的问题啊，你可以适当的多给他点儿，写来你仗义。老板，你说的对，他会查，我会查，他也会查，我在趁着他没有查之前，3000块钱都给他弄过来，对不对？老板，谢谢你。没事，你这说的非常好，你说到我心眼里了。这几块你再找别人打架啊，值不了80万。好，别说了，老板，谢谢啊。没事。
我敢说，俺这一块传家宝，举世无双啊！俺爷10年前就跟我说，这块银元啊，将来肯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哇塞，你这个银元确实不得了，这个是阎锡山的光复山西的纪念章，好像在历届拍卖会上见过。不对啊，我见了好像是铜的，还真别说你这个是银的呀。100%肯定是银的。我爷在过去是银匠路，专门给人家加工银首饰的。自从跟客户兑换了这块银元之后啊，银匠路生意都不干了。原来这个银元是跟客户换的，怪不得我说这个材质咋是银的。那爷的这个眼光啊还是比较犀利的，这个银元的材质确实是银的。如果这个银元是真的，那确实是举世无双，没有第二枚，因为拍卖会上都没有出现过。银匠路生意不干太可惜了。没什么可惜不可惜的，自古做生意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跟客户换了这块价值连城的银元之后啊，怕就怕人家再反悔。你这话说的好像很有道理。既然都答应给你们换了，又怕别人反悔，为了这一块破银元，我感觉不至于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干，太不划算。划算没什么划算不划算的。本来10年前银匠路生意就不好了，用银元加工银首饰的也越来越少了。干其他生意一样挣钱，只要有活干就行。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银元值钱了，谁也不会傻到拿银元去加工银首饰。你像10年前、20年前用银元加工银首饰，那是在省钱，但是普遍拿的都是冤大头。而你这种银元，估计全国干银匠路的都没见过。可被你说着了。我也就是因为第一次见，所以耍聪明给客户周旋，直接软磨硬泡，用2000块钱的银首饰才换回来这块银元。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一般拿银元去加工银首饰的10个人里边有9个半不同意置换，他们都只认为他们的银元银子纯。第二个就是怕银匠路从中作梗，所以都会从加工到做成成品都会一直盯着看。所以呢，也用2000块钱的代价换回来这块阎锡山的光复山西纪念章，可见也是花了大价钱。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也不会给他换。因为我爷提前都做功课了。用手机查询价格。当时好像都值好几万了。那10年前如果值几万，那放到现在都翻多少番多少倍了。我先来说一下这个阎锡山光复山西纪念章，它这个大小重量和我们常见的冤大头一样。先说一下它这个币种，银元由正规造币厂做出来的，我们称之为流通货币；由各个军阀做出来的是军阀币；由后期通过异乡做出来的异造币；再要么就是纪念章。你这个就属于纪念章，你看这上面写了有。一般纪念章和我们常见的半元大小重量比较接近。章嘛，在过去它在胸前起个装饰的作用。常见的有金银铜3种规格，黄金的比较少见，银的铜的比较多。因为过去是银本位，银制的纪念章数量有限，常见的大多数都是铜的。而阎锡山是山西当时的大军阀，这个人统治山西很多年，而这个纪念章就是当时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收复山西而铸造的。因为经费有限，所以只做了铜制的，而你这个确实是银的，所以和历史有冲突。当时时间比较有限，那也可能没有太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因为我最近急需用钱一口价500万，你看能不能给吧？别说500万了，恐怕后边再扣掉3个零也不行，因为你这个银元仅仅只是银子这么简单，壁面包浆、压力，包括它的边尺各个方面，按银元的标准来看，这哪一块我看都不行。你这神神秘秘的在说些什么嘞？我真是没听懂，你最高能给什么价？因为你这个做工连高仿都称不上，那你也不认识这方面的银元的真假，耍聪明2000块钱换回来。这种就是真银假币，我给不了价钱。目前看也就是一个银价而已，100-200块钱的样子吧。100-200，对，得了吧？好歹也是2000买的呀。我在我手里都放了10年了。这么独一无二的银元，没有几百万，我还真不想买嘞。说实话，压根就没发行过这种币种的银元。你别说再放10年，你就是再放10年、20年，它还卖不了几百万。之所以造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那也不懂这个银元造成的。你也还给我吧，还给我。这么少见的银元，竟然你也不识我，我还不卖了嘞。好吧，好吧。俺爷爷给俺兄弟俩留2样宝贝，金锭和银元。你帮忙看看哪个贵，
我提前准备选一个贵的。金锭和银元，他们俩就不是一个级别的。让我选，肯定选金锭啊！来，我看看啥来。俺媳妇说让我选金锭啊，我感觉吧，还是得求稳一些的好。保守的让你现在估个价，以价值高低为准绳。你这俩确实是一个金锭和银元，你这让我看的话，他们俩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选不好的话，很大几率会选错。所以我还是抱着求稳的态度来找你。即使麻烦点也无所谓了，省得以后落下遗憾了。你这种态度啊，还是比较务实的。金锭这大小来看的话，是3两的，而且上面还有落款。康熙4年，距今已经300多年了。这如果是真的啊，恐怕得上6位数吧。另外一块是 MS 级别的湖北神龙，这底板状态确实是漂亮啊。其实因为这件事啊，我跟俺媳妇儿也闹了一场大别扭了啊。她说黄金都500-600一颗了，对，银子才10来块钱一颗。对，恁媳妇儿说的大方向是对的。虽说这个股东啊，他们不按金银价来算，但是从古至今，这个银子啊都没有黄金值钱，这是大家都懂的道理。我很好奇啊，俺爷退休了，但是他退休金并不高，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买几十万的黄金元宝，我咋感觉有点不太现实嘞？你这个质疑是对的，过去是银本位，你像3-5两的银锭到处可见，银元也很常见，像这种金锭啊少之又少，在市面上流通很不现实。而你的首先这个重量不对，我拖着很明显没有3两的重量，由此可见啊，这个并非是黄金的材质，所以也就没啥价值了。你的意思，这个金锭它不值钱吗？对，你就是按重量算的话，它也得卖几万块钱嘛。你看我刚才说，它就不是黄金了，很明显啊，它没有3两的重量，自然也就没价值。不是黄金就没有金价，更不是古董。你包括它上面的这些字口，这一看就是电脑体，而且后边有很多地方都氧化了，这也就是现在的一个艺术品一个吧，分文不值。它不值钱也好，我把这个给俺哥啊，俺哥他也不孝顺，分文不值，就分给俺哥吧。我觉得你还是尽量的给他说清楚为好，毕竟你们俩这是属于分家，他即使再不孝顺，也不至于分他一个家来，因为像这种家来啊。你随便找一个眼尖的人鉴定一下，都能看出来卖不上价，而不像你的另外一块这个湖北龙，这一块银元你说能值多少钱？实在不行我也不要了吧，还不够丢人的呢，估计也就值个200-300块钱吧。那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你就是随便拿一块普通的冤大头，现在上千了，像那些神龙流通过了通货，这么着也得2-3千一个了。你这拿过来的这个品相，可是 MS 级别未流通的状态啊。这价值不可小觑啊！湖北龙它常见的龙呢啊都比较糊，而你这个龙呢，你可以细看一下，粒粒健在，字口两面属于全深大状态。你这细看的话，壁面连一点划丝都没有，因为现在高手账都是物以稀为贵，就这一块按普通的3块湖北都不为过。就从你这个状态而言，给你现在估个1万绰绰有余啊。1万？对。这一颗银子花到300-400了吗？差不多，价钱快接近黄金了。你说的很对。像这普通人，这哪敢想这价钱？我们普通人肯定是对这些东西不懂，一般看到黄金啊，都自认为这个黄金会贵一些。但是恁爷这是个例外啊，像这种金锭市面上卖的艺术品都很便宜，如果是黄金单卖的话，肯定是比银元贵的。可惜啊，这个金锭是假的。假的都假的吧，反正俺哥他还傻啊！我要这个金锭给他。好吧，好，谢谢老板，尽量协商来，来，没事。听说现在黄金涨价了，你给我看看我这300克黄金值不值15万？朋友3年前借我10万块钱，这是抵押给我的。如果是真正的黄金，300克的重量绝对值15万。但是我看你这金砖有些地方都露白了，这么大个头，重量只有区300克吗？317克整。我用电筒都称过了，露白啊，可能是时间长氧化了，反正是5年前抵押给我的金砖，现在啊都失联联系不上他了，我准备给他卖了。借你10万抵押一块金砖，你当时就应该找专业人士检验一下真假。我告诉你，黄金它不存在氧化褪色，像这种露白啊，只能说明它这个材质是有问题的。无论什么样的朋友，只要抵押黄金，
你都应该第一时间拿大半钱把它给剪开。咦，好好的金砖剪开，确实是有点可惜了。再说这金砖又不是真的，毕竟他是借10万块钱抵押给我了。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前后矛盾。你不剪开，咋知道里边是不是黄金呢？黄金它又不是古董，样子好看了，品相完整了，它能多给你点钱。你就是把它剪了稀巴烂，它能值多少钱，都是按重量来算的。这5年失联之后，你这不是拿出来准备给它变现吗？咦，刚开始我不是不知道吗？我昨天不是去金店卖的时候吗？他们非得用火烧，我肯定不能让他们烧啊，给我烧坏了咋办？对不对？你不让别人烧，别人肯定是不要了，因为黄金回收，通常别人1克也就挣你5到10块左右。就以你这个300克为例，人家总共下来也就挣你几千块钱，而别人要用10几万的本钱，你又不让别人检验真假，你就是10万块钱给人家，人家肯定也不会要。再说我10万块钱肯定不会给他嘞，我这好歹也是10万块钱抵押了呀。这5年呢，10万块钱放到银行，多少也得给我点利息吧。你说这话没毛病，10万块钱你放银行存5年，利息没有多，肯定也有少。对呀，关键是你这个朋友现在失联了，你这个金砖，我看着是不对。咦，你不能说不让火烧都不对，不就漏点白吗？再说了，人无完人，好往这东一类，对不对？你还是没发现这个金砖有蹊跷啊？第一个个头有这么大，有这么厚，如果是真正的黄金，按它的比重来说，最起码得有1斤重，300克的重量很明显是不够了，这是第一个蹊跷。第二个就是金砖，你看露白，这说明里边的材质绝不是黄金，很有可能啊是镀金。咦，老板，你果然是毫不眼力啊！今天用光谱仪已经检测过了，咋说？含金量只有区区几而已。他们说是金包银。金包银可能谈不上，金包银顾名思义就是用黄金包裹一层银，然后从你这个露白的地方看，你看这个地方，包括这个地方，你看都很薄，只有薄薄的一层，这最多是电镀一层黄金，因为金包银它最起码用金皮包裹而成。再说句不好听的啊，就以你这么大的金砖为例，怎么着也得用上4克、5克的黄金，而露白的地方显示非常薄，估计半克的黄金也没有，可以说全都是银子。没有这么夸张吧？大不了把上面的黄金提炼下来这还不是可以当黄金来用吗？你想啥嘞？如果真是镀金的话，即使上面有半克黄金，谁也给你提炼不下来。你不要再动歪门邪道的想法了，毕竟你这是抵账，对吧？抵10万，你取下来半点黄金，对你来说也没多少用啊。我知道没什么用，你就是出于好奇问问你。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只能怪我交友不慎了。那照你这样说的话，你这个朋友确实是诚心忽悠你了，因为5年前那时候黄金价格也就300多一点，如果他真是急用钱，他蛮可以把这个金砖直接去变现，而不是动心机，对吧？拿一块银镀金来忽悠你。所以你这个朋友确实有问题，因为银类300多克顶破天就这你这也就2000块钱一大关，再说句不好听的，这还不够你5年前，对吧？你存5年10万的利息嘞。哎，太丢人了，交友不慎就是这样。我得拿到金砖找我家人去。对，还还给他，还好，谢谢你啊，老板。没事。还是我这个对象比较明点儿啊，我这3分下彩礼让他随便拿，没想到他一下给我拿了300克的黄金。哇塞，这300克黄金洗完人啊，看着确实是金光闪闪的。这如果是黄金的话，恐怕没有个10几万买不来吧？哎，我都粗略了算了一下，现在黄金600一克，300克的话刚好18万，我比较满意。那照你这样算的话，确实比较满意。毕竟3婚能下18万的彩礼确实不少了，但是我看你这个造型比较独特，你看中间窄两头宽，这看着造型啊比较像宋代的金锭，这如果是古董的话，那价钱就更高了。哎，还是老板你有眼力啊！我这个对象都说了，这个确实是他家祖传的金锭，你看看值不值200万？帮我变现，我急着用钱给我7岁的儿子买套房子嘞。我没听错吧？儿子才7岁，你就着急给他买婚房？未免太早了点吧？这另外像你这3婚才下来彩礼，你就拿出来变现不合适吧？毕竟你们俩还没结婚呀。我上一次婚姻就因为我前夫不疼我，让他给我儿子买房，他都不舍得。因为我第一任婚姻就这么一个儿子。那你说实话，买房子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它不像吃碗烩面那么随便。
就以咱们这里为例，买一套房那得好几十万，工薪阶层的话，那得努力奋斗很多年。尤其是像你这离过婚的，重新组建家庭，一定得为对方考虑，这千万不能儿戏啊。所以没结婚之前，我都给我对象讲清楚了，给我下聘礼必须得给我买一套房子的。那关键是你这个金锭，它毕竟只有300克的重量，它也买不了房。你刚才算了，不是只有18万吗？18万顶多在咱这里也都付个首付吧。18万是我保守算的，我在网上已经咨询过专家了。说我这个金锭值200万起步。可我对象就是1万个不想叫我卖。哎呀，那对象不让你卖是有原因的，因为现在网上专家有很多都是瞎忽悠人了，告诉你这个200万起步，最终的目的就是吸引着你带着东西过去找他们，然后趁机忽悠你口袋里边的各种鉴定费用。你说的和我对象说的差不多，他反正就是不想让我去。我车票都订好了来找你看看卖个200万亏不亏？真给你200万肯定不亏，关键是2个问题你得想得到。第一，人对象为啥不让你去？你细看一下你这个金锭，这都是金光闪闪的。我这摸的时候啊，你看我这手上这都有金沫沫了。我告诉你，真正的黄金它可不会掉色啊。是的，我也发现了，好像都是有点掉色。可是网上的专家都说是老金锭，最少也得值200万。这就是第二个问题了。一般像这种形状的金银锭啊，首先让人想到了就是宋代的银锭有这种造型，但是你说是黄金未必，因为黄金的密度比较重，我托在手里边啊，虽说有一定的重量，但是你这个有那么大又有这么厚，远远不止300克了。如果是真正的黄金啊，必须得有1斤以上的重量，所以并不像黄金，当然也更不是古董。黄金它不褪色，而你这褪色，你看很明显，这外边是被人刷了一层漆，要么就是金包银。最基本简单的办法就是在地上使劲戳一下，具体里边对不对是啥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金包银？对，不太可能吧？如果是金包银的话，那外面是不是都一层黄金了呀？对呀，有可能是黄金，也有可能不是黄金，这具体是啥只能给你说明一点，这个价值就不是你想象的10几万，更不会是上百万之说了，所以你心里边得有一个准备。我准备什么专家都和我约好时间了，我先去一趟嘛，说不定还真能带200万回来的。你这自欺欺人，你不相信我说的结果，你那既然你不相信，那你带着东西去试试也行。不过你记住一句话，你这是大老远去找他们卖东西的，到地方之后可千万别给他们专家掏钱。收好你的钱袋子，千万别上当受骗了。我都多大一个人了，剩下的事你不用管了。谢谢你老板。没事。我3天买俺朋友一块25年北洋龙，我嫌弃它壁面太脏，专门找金店给我洗干净了一下。25年的北洋龙带包浆不是挺好了吗？你这洗干净这图的啥嘞？来，我看看是啥的。人家都说了，把银元洗干净了能多卖钱。唯一美中不足的就上面的黑色浆没洗彻底。你这个确实是25年的北洋龙半圆，打开盒子啊。25年的北洋龙1元比较常见，这种半圆我今天是第一次见。第一次见就对了，我找网上的专家看了，没洗之前给50万，洗了之后现在给我报到80万。按理说银元清洗并不是啥好事，就拿你这个来说。黑包浆没洗掉并不算啥，关键是你去金店用火烧，那就属于暴力清洗了。壁面你看残留的还有滑丝，关键是25年的北洋龙，像这种腐壁它就没有发行过呀。你说的太对了，我朋友就说这种壁非常少，如果不是看在朋友的份上，给我要6000也不过分。那朋友这漂亮话说的是一套一套的，就你这个品相确实不错，别说是小1号的半圆了，你就是一块1元的面值。这现在也能卖个1万多啊！对，我感觉我是捡个大漏，这幸亏是我朋友他不太懂，如果他懂的话，这几十万的钱也轮不到我。你这话说的我听着咱都别扭了。如果恁朋友他不懂，他会3000卖给你吗？再说了，网上专家的话他也并不可信啊。同样的一块币，又没有入盒，又没给分，前后却给你开出来2种不同的价格，这不是扯淡吗？况且你这还是没有发行过的腐币。你说这个东西你卖给谁嘞？你这话说的就有点不专业了。没洗是没洗的价，洗过了多挣钱也太正常了。行吧，就按你说的，洗了能多卖钱。关键是你已经在网上找好了买家，这又给我拿过来，这是几个意思嘞？
我不是想多卖点钱吗？反正啊，人家开的价你也知道了，你能多加5万，我就不去外地了。说实话啊，你这币想多卖钱，不是一般的难。光听你说这话，办这事儿，你就是一个小白，啥都不懂。无论你在哪买了币，你去用火烧清洗，这就是你犯了最大的错。因为银元这东西啊，只要一过火，那就坏菜了。第一，暴力清洗啊，容易使银元它这个边齿变软，尤其是洗白之后，你看不懂了，往往认为是真银假币。第二个，清洗银元啊，像这种带包浆的，尤其是那种包浆入骨的，更不能清洗。还好你这个是小1号的25年北洋龙，无所谓了。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值不了几十万啊，因为25年北洋龙它并未大量发行过辅币，所以像你这种币啊，严格来说就是样币。即使你用火烧过，尽管包浆没有烧掉，但是你这种含银量不行。过去银元啊，它是9银1铜，80%多的含银量，但是你这个我看的话，最多也就60%的含银量，而且它这个包浆也不牢，压力各方面削薄的可怜，尤其是它这个边齿，你可以看一下，这都是1眼假，别说几十万了，3000啊，你回本说实话都够难的。我劝你啊，赶紧给那朋友协商一下，大不了把这个银元还给他还回去。还回去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都给人家清洗了。你想想，还能还回去吗？那就不还回去。那你按照玩银元的规矩，但凡清洗过的银元啊，你这就算改变了银元的这个状态，别人说实话肯定也不会接受。正好，我还不想给他还回去的。能多卖30万的好事，抽个这个春就没这个店了。这好事去哪找呀？你还真相信网上专家给你报了80万了？他们都其实啊都是专门忽悠你这种小白来，主要是给你报80万，想骗取你后续的各种费用，你得小心一点了。我这银元我还给你找你来。行啊，既然你不识货就算了，我还是回去找我的伯乐去吧。好，祝你成功吧。谢谢。